05后小伙100米短跑超神，中国17岁少年博尔特式步幅逆袭所有选手。华海超100米赛道狂飙出10秒42，直接夺下金牌。华海超身高1.8米，体重62千克，就读于六安一所体育运动学校。在2022年的夏天，所有人都被这个追风少年刷屏了。那一年，华海超只有17岁的年纪，却已经代表着学校出赛。2022年，安徽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青少年部田径预赛现场，华海超参加的是4×100米接力赛。但是因为原本的第2棒身体不适，临时替换上一个兄弟，没有赛前的磨合训练，大家默契度不够，导致队伍严重落后。有了。到第4棒，也就是华海超的时候，镜头里甚至没有华海超的身影。此时的华海超急得满头冒汗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直接全力冲刺。从没有他的镜头，从最后一棒从镜头外追到第一，跑到只有他的镜头。这一幕不仅让现场的观众热血沸腾，更让看过比赛的人都感叹于17岁少年的短跑实力。华海超更是在稍后的男子200米项目以22秒43的成绩拿下第1名。4个月后，华海超参加安徽省第15届运动会，分别在男子乙组100米决赛和200米决赛实现碾压，获得金牌。这位少年并没有沉迷于荣耀中，在2023年6月21日，华海超参加安徽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，在男子100米的项目上再次发挥出良好的表现。华海超位于第3跑道，他隔壁第4跑道的张贤就是此战华海超最大的对手，也是他最好的师兄弟，两个人可谓是知己知彼。让我们直接看到这场高能之战吧。我的乖，我的。华海超首当其冲越过了终点，他的成绩是10秒42，这是非常优秀的成绩，尤其是对于一个18岁的少年来说，国家设置的标准是10秒50，超过这一成绩就是国际级别的运动员。起跑上，华海超的速度是最快的，好兄弟稍微慢一点。之后的比赛里，华海超脚直接变成风火轮，和起跑反应第2的张贤一起领跑。只是华海超跑得太快了，始终领先第2名1个身位的距离，最终还是华海超第1个越过了终点线，张贤紧跟其上，以10秒67的成绩拿下本场比赛的亚军。但是比赛后，裁判却表示张贤的名次是冠军。原来他在反复琢磨华海超起跑的慢动作，发现华海超的起跑反应太快了，低于0.100秒，有压枪的嫌疑，所以直接取消了华海超的成绩。这一项是国际田联的规定，研究表明人类听到声音的最快反应时间是0.1秒，世界顶级短跑运动员的反应时间也不会超过0.1秒。苏炳添在反应时一般在0.120到0.140之间，但是由于这场比赛没有高速镜头拍摄，所以视频中无法展现出华海超的真正起跑反应。这场比赛只能是辜负了华海超痛失1枚金牌。大家怎么看？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。他是中国400米神级天才，历史第一人，18岁拿下全国冠军，19岁站上北京世锦赛400米跑道，他就是郭宗泽，北大跑得最快的男人，400米跑出全国最好成绩45秒14。郭宗泽一举打破尘封16年的纪录，眼镜飞人用速度震撼全运赛场。让我们看看郭宗泽在2015年国际田联世锦赛男子400米预赛的表现吧。
他是中国史上首位参加世锦赛400米的运动员。郭宗泽位于第7道的位置，这一次他的对手里有拉肖恩、梅里特这样的大神一起竞技，对于他来说压力十足啊。很快比赛开始了，郭宗泽的起跑还是很不错，没有拖掉后腿。但是当比赛继续进行，郭宗泽感受到恐怖的碾压，在国内没有人能跑得过他，但是来到世界性的擂台就知道差距有多明显，甚至被对手狠狠甩开了。而跑在第一的拉肖恩、梅里特，他甚至还有余力。加油，加油！我的身体呢，现在就是发力不太集中，比较散。这组当中呢，拉肖梅利特还是绝对实力，他还是有点保留，很放松，他放了10多米，44秒52。对，这组还是比较慢的。拉肖恩·梅里特抛出了44秒52，郭宗泽抛出了46秒42，在小组中排名最后一名。这场比赛郭宗泽的心态不够稳，这个成绩甚至不如他在国内的表现。然而经过一场世界冠军的碾压之后，郭宗泽反而迷恋上400米这个田径最恐怖的项目，通过不断的训练提高实力，终于在2年后，在202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上，郭宗泽王者归来，抛出了46秒43，夺得冠军。成绩虽然不如巅峰，却还是很不错的。只不过中国400米想要冲出亚洲，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呢。这样看看其他道子上，这样感觉杨磊跟郭宗泽的节奏更好，更放松，这样后程更有利于保持速度。杨磊向前冲，在挑战郭宗泽。郭宗泽呢，跑动呢，整个动作呢有些散，现在，但是他还是保持着，哇，真不容易。46秒43。视频到此就结束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点赞、评论、关注都是最好的支持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中华儿女多奇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中国又出一田径天才少年，14岁100米飙出10秒72，达1级运动员水准，同年龄段的苏炳添都自愧不如。来自湖北的胡嘉诚今年才14岁，身高1.8米多。他在13岁跑到11秒16，已经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。而在今年的8月份，胡嘉诚参加2023年全国 U16 田径锦标赛，更是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。在男子100米预赛中，第7跑道的是咱们的主角，而胡嘉诚在放水的情况下跑出了10秒77，成功晋级决赛。胡嘉诚在预赛就刷新了自己的个人 PB。在100米决赛中，胡嘉诚这一次处于第4道的位置，隔壁第5道的选手吴楚斌就是这场比赛中最为强大的对手。让我们直接看比赛吧。随着枪响，比赛开始了。胡嘉诚跑得非常快，跑出了很明显的差距。跑过了终点，胡嘉诚的成绩矫正后是10秒72，这个成绩简直太牛了。要知道，男子国家1级运动员标准也是10秒93，胡嘉诚的10秒72绰绰有余啊！胡嘉诚在起跑的表现十分不错，但是还是稍逊吴楚斌一筹。接下来的比赛几乎被他们2个人承包了，两个人占据着比赛最前的位置。此时的吴楚斌甚至更快一些，但是胡嘉诚的后程爆发了，直接越过了对手，以无可匹敌的姿态拿下了比赛的冠军。才14岁就成为了国家1级健将。就连苏炳添比他这个年纪还大1岁的时候，也只能跑11秒多。但是胡嘉诚的实力还远不止这些。接下来的胡嘉诚在200米赛场再一次释放自己的统治力。当他开始跑步的时候，这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。最终，胡嘉诚以21秒91的成绩成功拿下200米冠军。中国男子1级运动员200米的标准是22秒02，而胡嘉诚跑出了21秒91，双向国家第一。这就是中国的初中生，这就是中国田径的未来呀！如果你喜欢的话，点赞、评论、关注都是最好的支持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中华儿女多奇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